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这个是应网友的要求做的一个充电宝的视频，这是某平台销量上百万的一个充电宝，网友就是在我们视频下面留言让我们做一个评测视频，我就搞了一个回来。这个充电宝不贵啊，39.9块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信息啊，这是某平台销量上百万的一个移动电源，2万毫安的，究竟有没有虚标？咱们今天开箱评测加拆解一起啊。我们把盒子打开看一下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充电宝。这是它自带的一根 Type-C 的充电线啊。咱们看看这个充电宝的外观啊，我下单的是一个奶黄色的一个移动电源，这上面写的是 20W， 这里还有2个 LED 的灯， Type-C 的一个充电口，它是 in， 这是输入口， USB-A 的接口是2个输出口，它自带有4根线，一个 Lightning 的，一个 Type-C 的，这个是老款的 V8 的充电口， USB 的接口，这里的话还有一个提手，这种设计的话看着还是很不错的啊。咱们这个充电宝的重量是183克，2万毫安的充电宝才183克。这个充电宝的最大厚度是 28.8 毫米，充电宝的高度是101毫米，宽度是 65.5 毫米。它这里写的是20瓦啊，这是它的品牌。这个充电宝竟然有4个品牌啊，产品名称、移动电源、容量2万毫安。输入和输出的规格都是5伏的啊，没有什么快充的。大家要记住这一个标称值啊，它是额定能量74瓦时。然后这边是它的生产工厂信息，然后这些 logo 看着也是很假的啊。然后一个警告信息，它这个袋子上面还附有一个使用说明，也就是说刚开始充电宝它是虚电，让我们把电放完，再充到100，屏幕不闪，中间不要中断。循环4、5次才可以达到最佳效果。咱们就按它这个使用说明给这个充电宝充电放电，充电放电，大概4、5次过后，我们再来做详细的测试。咱们给它第一次放电测试啊，现在是 75% 的电，咱们第一次放电就放了 3.6 瓦时，我们就算它是虚电嘛，第一次咱们记一下这个数据就可以了。第一次给它充电啊，充电的功率的话大概也是5伏 1.2 安，充了1个小时48分钟，充进去的电量在10Wh， 然后我们进行第2次放电。第2次放电放出来的电量啊 6.3 瓦时，大概放了37分钟。大家记住这个充电宝它标称的额定能量是74瓦时，咱们给它第2次充电啊，大概就是 8.8 瓦，也就是10瓦左右的功率吧，给它充电。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不闪了啊。这一次第2次充电的话，充了3小时42分钟，充进去 17.7 瓦时的电量。现在咱们进行第3次放电啊，放出来的电量是 10.5 瓦时，放电一共放了1个小时左右啊。咱们现在是第3次充电，这一次充了18瓦时的电进去，充电时间充了4个小时，11瓦时左右的电量啊，放电放了1个小时06分钟，电已经放完了，我们再次充电。咱们这第4次充电啊，充了 17.6 瓦时的电量，咱们把它放完，看能放多少的电量出来。这一次放电1个小时03分钟，放出电量11瓦时左右。咱们这一次充进去的电量是 17.44 瓦时，然后充了3个半小时啊。这是咱们按照它的说明最后一次完整的放电，放了1个小时，放出的电量也是 10.76 瓦时。放完了这一次电，就进入正式的测试环节。咱们首先测试的话，就是拿这个红米手机测试。大家记住这个我们充进去的电量啊 17.8 瓦时。这个红米手机充了 60% 的电，放出电量 12.31 瓦时左右，充电时间1个小时50分钟，它就基本上充不进去了啊，直接熄火了。咱们这一次充进去的电量大家看一下啊，17.1 瓦时。咱们现在是给苹果13充电，现在咱们这个苹果13有 28% 的电量，从 28% 的电开始充的话，充满是没问题的。它放出电量 11.68 瓦时，然后充电耗时2个小时54分钟啊。前面的测试都做完了，咱们现在就是要测试这个充电宝的输出文波。为什么充电宝它是 DC 转 DC 的一个电源，它为什么也要测试文波呢？我给大家讲一下啊。
在开关电源中 ，DC 转 DC， 也就是直流转直流，要用到这种电感和这种开关的 MOS。这种电感和开关 MOS， 它有一个开关的动作，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纹波和噪声。所以说，咱们这种直流转直流的充电宝，咱们一样的要做纹波测试的啊。纹波就是衡量一个电源的好坏的一个标准。这个充电宝5伏空载纹波80毫伏，在安全标准之内啊。5伏2.1安，它的纹波输出也仅只有10毫伏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波形。这个移动电源的测试部分咱们都做完了，现在咱们就是要把它拆解开，看看这个充电宝里面它的做工和用料到底是怎么样子的。咱们话不多说，直接拆。拆的时候，这根黑线它设计的有点短啊，一拉就直接拉断了。这就是这个移动电源内部的结构。这里有一组灯孔，这里有几个 LED 的灯泡，然后这里有2个 LED 作为手电筒用的一个电灯，然后这里开关，这是3节，应该是18650的电芯吧。它这4根数据线是通过 USB 连接在这个上面的，这里还有一个 USB-A 口。主板2颗螺丝卸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出这个板子看一下，很简单的啊。主板的这里 B 加 B 减，这里就是接电池用的，这里有4颗 LED， 也就是电量显示用的。这个盖子上面有100、有75、50、20，用这4颗 LED 灯珠来照亮。然后这里还有2颗 LED 的灯泡，作为手电筒用的。这里有几个贴片的电阻，这里有一个4英式 120的贴片式的一个电感，它的电感量是1微亨啊，也就是 EUH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，这颗芯片的适应型号是 SM5308， 它是来自福建泉州海川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啊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19年。这一颗芯片是 2.1 安充电、2.4 安放电的一个高度集成的移动电源的一个 SOC。参数的话，我把它放在屏幕的右边，大家可以截图下来看一下。这边就是几颗贴片式的电容器。主板的这一边的话，有一颗适应型号是 XBAJA311， 这是控制 LED 灯泡用的啊。还有这后面4颗 LED 灯泡都是用它来控制的。电池组我们也把它拆一下。这上面贴有轻颗纸保护，负极没有贴上轻颗纸啊。咱们把裂片剪掉。咱们用万用表来测试一下这3颗电芯的电压啊。第一颗 3.7 伏，第2颗也是 3.7 伏，第3颗也是 3.7 伏。这3颗电池都是 3.7 伏的，都是真电池啊。用我们前面测试的数据来看，这3颗电芯它实际容量应该是在1000毫安左右，也就是说这3颗电池并联起来，它的总容量应该在3600毫安左右。电池没有任何的厂家信息，这种电池的成本非常便宜的，应该是几块钱一颗的。正规的品牌的18650的电芯，它的大容量的一般都是几十块钱一颗。大家算一下成本，我们这个移动电源价格才39.9块，也就是40块钱。如果是用正规品牌的高容量的18650的电芯，就是60-70块钱了啊。然后就是我们用21700的锂电池，最大容量5000毫安，3颗加起来也就15000毫安，也达不到它这个充电宝所标称的2万毫安的容量。所以说这个充电宝虚标是非常严重的啊。咱们这个充电宝的开箱评测和拆解视频都做完了，大家去看看某平台这个充电宝的广告宣传，什么3年只充1次电，还什么提速6999%，还有什么德国品牌进口电芯，这完全就是把我们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的节奏啊！大家说对不对？还有就是前面充放电的过程中涉及到2个电能单位，我给大家讲一下。AH 就是电池容量单位，1AH 等于1000毫安 ，WH 就是瓦时，就是电量单位。这个瓦时是怎么换算的？就按这个充电宝标称2万毫安计算，2万毫安等于20AH， 也就是说这个20AH 乘以电芯的电压3.7伏，就得出74瓦时，也就是74WH。但是我们实际测出这个充电宝只有 3.6AH， 也就是3600毫安，3.6乘以3.7等于13.32瓦时。
它比标称的74瓦时虚标了多少？大家自己算一下。有什么不同意见？评论区咱们讨论一下。喜欢我的视频的铁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一波。了解和掌握更多配件常识，请大家关注我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视频的动力源泉。谢谢大家观看。